Hello， 大家好，我录这个视频呢是在马年春节这个期间哈，然后呢，在春节前呢，我收到了哈曼寄来的他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胶卷，然后说有没有兴趣来测试一下，我说好呀好呀，然后和以往一样，因为我和哈曼这边呢也以前有测试过像凤凰啊、凤凰2代啊以及 Red 啦这样的一个新卷的这个上市之前的一个体验使用啊，然后所以这次呢，他收到了这个青色的，名字叫做 Azure， 或者说叫 Switch Azure 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呢 ，Azure 这个词呢，其实也是最早是来指称那个绿松石的这种颜色，这个卷。它的外包装其实是和这个卷的这个特点是紧密相关的。像最早的这个凤凰，它是对红颜色特别有强烈的这个反应啊。然后后面的那个 Red 呢，那简直就是赤焰沙场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它的这个外包装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它这个卷是不是对青色或绿色有特别的这个表现呢？然后呢，我拿了这个卷，还是用我的富士 DX1那个宽幅相机呢去拍了一下啊。然后洗出来的那天，然后把它晾干、扫描、翻拍完了以后，做出一张完整的这个照片。第一张就把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一种色彩构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卷。这个卷的颜色哈，它其实是一个创意的这个色彩。它把天空从蓝色置换成了橙色，它把红色的部分置换成了蓝色，然后呢，对于绿色，我们标准的那个绿色呢，它全部变成了这个青色。对于橙色这个来说呢，它又把它变成了蓝色。所以这一轮的这个色彩转换出来的这个效果呢，你就会看到，在你眼里正常看到的这个风景、城市、人物、花鸟，通通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配色系统。但它不是一种复色，它是有了一种色彩的这个迁移。所以呢，这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哈曼的这个卷上面除了 Azure 这个产品名称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做 Switch Azure。Switch 切换到一个特别的这个色彩系统，这个色彩系统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系统。那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天空它变成了橙色，这种橙色的天空是在地球上是看不见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科幻片里面，在一个异星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地的这个颜色或天空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所有的颜色因为被迁移之后呢，你就已经分辨不出来它原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颜色会给我们的拍摄
带来非常奇怪的一个特效。当然，这个特效呢，其实有时候也是为了打破我们传统的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色彩系统，来给到一个创意的、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色彩，让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异星世界。那这个异星世界呢，让你会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景象。它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样一个卷这么一个色彩构成，来给到大家一个很有创意、很有特别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设计。 AI 告诉我说类似的这样的一种配色呢，其实基本上是在日本的这个浮世绘以及受浮世绘有巨大影响的印象派的这个作品里面呢，可能会有所提及。我看了一下，果然像歌川广重这样的这个浮世绘的这个名家他们的那些作品，当然也有正常的这个状态，但是也有大量的天空是赤诚的一片，像火烧一样。然后呢，我和几个朋友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会发现，之前像艺术家曾梵志他曾经创造过的一组作品里面呢，也有类似的、非常类似的这种这种配色、这种构成、这种观感。那这种配色构成呢，会让整个这个观感和表达变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但是我们在拿到这个卷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这个清楚，它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卷，它是有一个创意色彩的配色系统在里面的。当我们看到这个配色系统，当我们需要用这种配色系统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概念的时候，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才能很有效的利用到它的这个色彩系统。不然的话呢，你拍出来就是一堆非常非常诡异的、非常奇怪、非常迷离、非常离奇的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卷你会发现它对肤色它的反应，它就是把这个肤色、把这个橙色呢，我们的这个黄皮肤呢，它迁移到了蓝颜色身上，然后我就会发现里面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阿凡达的那种风格。我们会不会怀疑它是在阿凡达的那个世界里面生成的那套色彩系统啊？反正这个卷，如果你没有特意的这个想法和要求的话呢，你千万不要去拍人。那如果你是拍静物、拍物品，或者说拍小品，或者像我这样有一个景观的一个创作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体验，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一个创意的这个色彩。所有的颜色都发生了混淆。那么这个时候，当我去诠释，比如说一些绝望的情绪啊、孤独的情绪，或童话般的迷离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要叙事一个非正常的这个架空的这个世界啊，或者说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题材的话呢，那这个卷是非常非常适合。那这以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色彩意味着什么？需要大家去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它。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说，哇塞，这个事情太好玩了，或者说这个太有趣了。阿凡达你都不用去画特效，每个人跑出来就是个阿凡达，然后所有的天空都是在一个异星的这个世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特别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卷在这个上市的时候呢，同时会上市135和120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区别。然后呢，同样的，它的标称呢是125的 ISO， 但是我拍的时候也是按照125的这个 ISO 去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颗粒呢还是有点粗，但是没有像第一代凤凰那么的粗啊，它其实已经好很多了，颗粒已经好很多，然后对比啊、反差包括画面的这个细节，基本上还不错，只是颜色看你能不能接受，挺好玩的，然后就看看能不能怎么去运用它。但是这些卷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小众的这个颜色，它不适合大家日常的这个随手记录。当你需要一些很特别的、很不同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呢，那么
像这种很奇怪的这个卷的才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唠叨了半天，反正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就可以了。我怀疑这个哈曼这个卷到底能卖掉多少，但是真的，一个是很好玩，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所有的阿凡达在橙色的异星世界里面的这个呈现然后呢，你就会有时候会被感受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的这个司空见惯的这个世界，如果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我们用另一种颜色、另一种眼光去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到底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效果？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卷给到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和启示啊。好，那么今天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奇怪的这个胶卷。反正有新的胶卷上市了，大家应该鼓励一下，也觉得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挺好玩的。OK，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